歐洲也想拿市場換中國的技術了。前幾天，彭博社發表了一條消息，稱歐盟正在考慮讓中國企業向歐洲公司轉移新能源汽車和動力電池技術，以換取前者在歐洲市場的經營資格。消息一出，不少網友坐不住了，紛紛開始玩梗。最經典的一個梗，源自於40年前那段經常被公知拿來批評我們汽車產業政策的往事。當時大眾汽車剛進入中國，德國人認為桑塔納賣8萬就行了，但我們堅持要賣16萬。公知們借此批評說，不是外國人不想賣便宜車，是我們為了保護不爭气的國產車才被迫漲價的。誰料到40年後的今天，歐洲居然面臨相似的情況。我們認為比亞迪賣10萬就挺合理，但歐洲卻堅持要賣到20萬，這個回旋鏢足足飛了40年。不知道公知們這回該怎麼解釋他們心目中那個人類文明的燈塔國，為啥也會不顧本國消費者的利益，執意維持高價呢？其實雙方的底層邏輯是一模一樣的，都是為了給自家落後的汽車產業爭取生存空間。虽然短期內犧牲一些經濟利益，但是從長遠來看，卻能換來外國的先進技術，為日後翻盤留下機會。如今歐洲的問題遠不止於新能源汽車，在幾乎所有新興產業上，比如 AI、綠色能源、機器人、半導體、太空科技、新材料等，歐洲都處於落後狀態。他就像一位老貴族，衣着光鮮，彬彬有禮，家底厚實，讓外人羨慕不已。但是只有他自己心裡清楚，家里早已入不敷出，孩子們也不太争气，體面的生活就快維持不下去了。2023年，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曾委托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就歐洲面臨的競爭力不足、經濟結構落後等問題展開研究。德拉吉組織了一個研究班子，深入歐洲各國調研了一整年，最後出了一份400頁厚的報告，只將歐洲的狀況歸結為4個字：又老又弱。這個老既指人口結構，也指產業結構。人口老很好理解，富裕的生活讓歐洲人都不太願意生孩子了。德國平均年齡45歲，法國42歲，英國40歲，听起來感覺還行，那是沒有對比。知道印度人的平均年齡嗎？才28歲。只有年輕人才有旺盛的消費需求和創業激情。歐洲老的不僅是年齡，更是整個社會的活力，而且數量龐大的移民正在衝擊發達國家的福利體系。英國和法國先後爆發了大規模的反移民遊行，這也堵死了歐洲政府想靠引進移民來改善年齡結構的後路。產業結構的老是指歐洲已經很久沒有培育出新的巨頭企業了，一提到法國就是 LV、愛馬仕，提到德國就是奔馳、寶馬、西门子，丹麥是樂高，瑞典是宜家。這些企業當然很成功，但是都是上世紀創立的品牌。有報告顯示，德國上一次培育出大型軟件企業還是在1972年。換句話說，在數字科技領域，德國已經有50年沒有重大創新了。創新不足，除了人口老化，繁瑣的監管也要負主要責任。德拉吉坦言，過度的監管雖然保障了公平，卻也讓初創企業舉步維艱。歐洲的營商環境已經落後於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特斯拉在中國建廠只需要1年，在德國5年還沒走完審批流程。而弱指的是供應鏈脆弱，缺乏戰略自主性，導致歐洲很容易被別國卡脖子。一場俄烏戰爭就能夠讓全歐洲能源價格飛漲，企業成本飆升。再比如光刻機，明明是荷蘭 ASML 的產品，卻要受到美國的长臂管辖，不能自由的向我們出口。在 AI、新能源、机器人這些新興領域上，歐洲拿不到足夠的投資，也培育不出有競爭力的企業。歐洲人甚至自嘲，美國有 ChatGPT， 中國有 DeepSeek， 而我們只有開了不會掉的瓶蓋。有個在中國工作了很多年的德國人問他的中國同事，你觉得为什麼德國搞不出有競爭力的 AI 企業？中國同事笑了笑，沒說話。德國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說，我們都認識這麼多年了，你大膽的說，是不是我們德國政府有問題？中國同事有一點驚訝，沒想到你能反思到這個層面，但我覺得問題不出在政府。德國人問，那出在哪兒？中國同事回答，可能是人種有問題。歐洲人過了太久的好日子，生活在田園牧歌中，猶如過去的八旗子弟已經失去了鬥志。當他們以每天工作4個小時，全年工作150天為榮時，殊不知世界另一端有一群人為了達到他們想要的生活水平，正在玩命的工作。我並非推崇996，但是在落後的情況下，除了勤奮和努力，我們幾乎一無所有。今天的付出是為了明天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否則就算今天靠借貸吃老本暫時過得還不錯，最多幾年也會被打回原形。這一點今天的歐洲看得很清楚了，或許這也正是他們提出用市場換技術的原因。落後並不可怕，不敢正视落後才可怕。歐盟能夠邁出這一步，加上他們雄厚的工業基礎，相信他們的新能源產業未來不會太差。40年的回旋鏢飛了一圈，最終指向的並非誰對誰錯，而是一個樸素的道理：好日子不是遺產，而是靠雙手奮鬥爭來的。這裡是率真財經，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歡迎大家關注主頁，有更多精彩視頻。我們下期節目再會。